1961年，一个躲在手工作坊里的穷小子凭空编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单词，从此让一个品牌成为了全球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个品牌就是哈根达斯。说起来，哈根达斯还是一个白手起家与产品逆袭的故事。这个品牌的创始人鲁本·马特斯，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战中去世，他只能跟着母亲和姐姐从波兰辗转到了美国。当时他们一家人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他的母亲为了生计做起了柠檬冰的生意，这是一个可以说毫无门槛的生意，而且利润微薄。此后他们又慢慢发展为做冰淇淋的生意。要知道，那差不多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他们当初还得靠马车把冰激凌送到本地的餐馆、冷饮铺和糖果店去。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本从高中辍学，帮着家里打点生意。30年代，他娶了后来人称罗斯·马特斯的女人，他也成了家族生意里至关重要的一员。鲁本把更多时间花在研制和销售冰激凌上，也就是负责产品。他的妻子罗斯则全权负责运营与市场工作。马特斯这段时间的经营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冰淇淋给他们带来的利润也是极其有限。接下来的转折发生在40年代，当时冰箱已经相当普及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家庭里都会有一台冰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冰箱的普及竟然极大地刺激了大众对冰淇淋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商店开始销售冰淇淋。1935年，美国人均冰淇淋消费量约为10磅，而到了1946年，美国人均冰淇淋消费量则增长到了23磅。按理说，增加的需求呢，对于马斯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这可以提高他们的产品销量。然而命运就是善于捉弄人，需求的增长不但没有给马特斯带来更多的利润，反倒差点令他破产。原来正是因为当时冰淇淋需求量的急速扩大，很多企业看到了这个商机，一些大公司开始想办法量产冰淇淋。冰淇淋这个产品品类的市场竞争也逐渐走向白热化，于是各个企业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商战中百试百灵的策略，低价竞争策略。低价提升了销量，却也压低了利润率。于是为了控制成本，各家供应商都想方设法地扩大规模，挖空心思压低配料成本，好把价格卖得比谁都低。价格被越压越狠，这直接挤压了像马特斯这样的小规模从业者本就不多的利润。马特斯当时面临的困境是：一、规模小，没有办法量产，从而压低成本。他们用家庭手工作坊式来制作冰激凌，产量很低。2、现金流量很低，无法开展显著的市场营销活动。3、没有产品品牌。4、产品同质化，当时的冰激凌产品较为类似，口味接近。5、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和大公司进入行业。如果换作你的话，面对这种局面，你会怎么做呢？当时的马特斯被市场上越来越低的价格压得喘不过气，他干脆不拼价格，而是把自己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几倍，走上了一条高品质精品化的道路。这就是哈根达斯成功的第一步。当时的冰淇淋生产商为了压低成本，自然而然的会降低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冰淇淋的空气含量。这里面有个关键技术指标，叫做膨胀率，即打入冰激凌中的空气比例。廉价冰激凌的膨胀率通常超过 50%， 口感稀薄，入口即化。用马特斯自己的话说，我推出哈根达斯那会儿，冰激凌的品质已经差到只剩下甜和凉了，冰激凌变得越来越便宜，我就干脆反着来。于是马特斯选择最优质的原料，他在市场竞争中没有选择低价策略，而是选择了一条管理学上叫做价值创新的路。马特斯将膨胀率严格控制在 20% 左右，脂肪含量拉升至近 17%。 这种浓稠、厚重、能挂住舌头的独特口感，成为哈根达斯的价值锚点。它是消费者每一口都能直接验证的品质承诺。当时有一个细节，哈根达斯创立时仅推出香草、巧克力和咖啡3种口味，草莓口味整整晚了6年才上市。原因不是市场不需要，
而是马特斯试遍了能获取的所有草莓品种，认为其品质无法达到他那套严苛的口感标准，因此宁可不卖。如今国际乳制品协会将冰淇淋划分为4个品质等级，最高一档被称作超级优质。它有几个特征：空气含量极低，脂肪含量高，选用的也是最好的原料。这最高一档的标准恰恰是马特斯在当年就创立的。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下，在市场竞争当中，我们拥有一款独特的产品，是否就能取得竞争优势呢？答案是否定的。决定一家企业成败的因素太多了，光拿出这样一款独特的产品还不够，还得让人意识到它确实独特，让人觉得这更高的价格花得值。这时罗斯做的就是到一家家商店面向顾客分发免费试吃的产品。这招很管用，人们亲自尝到了差别，而不只是听别人说。不过这些努力里面最重要的还是我要说的第2条成功的地方，品牌塑造。马特斯想要给自己高端的冰激凌一个高端品牌，但事实上当时他们还只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者，如何创立一个让消费者看上去就感觉是个高端的品牌呢？马特斯在自家小屋里干脆编了哈根达斯这个单词，用来做自己产品的品牌名称。这个单词在任何语言中都毫无意义，为了强化暗示，他特意在字母 A 上加入了不存在的变音符号，并在早期包装盒上印上了一张丹麦地图。这里请大家注意，哈根达斯的品牌创建之路与众不同，他利用品牌的神秘与联想，给顾客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操作的底层逻辑是消费心理学中的原产地效应。当消费者无法直接推断产品品质时，原产地印象变成了最为重要的决策捷径。马特斯改变了消费者审视产品的滤镜，这是一个营销史上认知大于事实的经典范本。此外，哈根达斯还做对了第3件事，那就是构建新的消费场景。1976年，马特斯的女儿多丽丝在纽约开设了第1家哈根达斯专卖店。这一步的战略价值不亚于品牌命名本身，它将冰淇淋从超市冰柜里的家庭消费品一举拉升为第3空间里的社交奢侈品。柔和的灯光，精心设计的座椅，侍者端上的精致菜单，消费者支付的账单中，冰淇淋本身的成本占比远低于他们以为的。真正被出售的是一个体面的约会场所，一个可供分享的社交展示面，这正是社交货币的商业逻辑。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成为全球第1个明确将目标客群锁定为成年人的冰淇淋品牌。这一系列的策略使其巧妙地避开了与面向儿童的廉价冰淇淋品牌正面交锋，建立了一条独特的品牌护城河。之后的20-30年里，哈根达斯成长为一家规模相当可观的公司，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到了1983年，公司卖给了品时乐，哈根达斯的规模则进一步扩大，成为了一家大型的国际化品牌公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哈根达斯在几个关键节点上的失误，导致如今其品牌影响和市场规模不断萎缩。如今哈根达斯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仅为 5.6%， 排名第4。在中国市场，它1年内关闭了78家门店。母公司通用磨坊据报正考虑出售其在华业务，其全球冰淇淋市场份额仅为约 2%， 而竞争对手联合利华和雀巢合计掌握着超过 30% 的版图。哈根达斯今日几乎所有的困境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2001年到2002年的品牌所有权分裂。时间线如下：1999年，品时乐与雀巢在美国成立合资公司，整合双方冰淇淋业务。2001年，通用磨坊以105亿美元收购品时乐，触发合资协议中的控制权变更条款。2002年，雀巢行使认购权，以6.41亿美元买下哈根达斯在美国的独家运营权。自此，哈根达斯被永久性一分为2，在美国和加拿大，品牌运营权归雀巢及其后来的合资公司，定位为大众快消品；
在中国、亚太等市场，品牌所有权和运营权归通用磨坊，定位为奢侈品。在日本，则由通用磨坊与三得利合资独立运营。全球品牌的割裂无法挽回地导致哈根达斯品牌认知的坍缩。当中国消费者发现其以43元人民币购买的奢侈品，在美国不过是1美元的平价商品时，品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高端滤镜瞬间破碎。第二，没有跟上顾客的消费认知。已经成长为行业头部的哈根达斯患上了大企业病，他们对用户的消费感变得非常迟钝。2015至2016年间，主打低卡路里的一些新锐品牌将卡路里数值直接印在包装正面，其销量实现了2500%的爆炸式增长，精准击中了千禧一代的健康焦虑。而哈根达斯直到2017年才姗姗来迟地更新配方与包装，此前依然固守高糖高脂的传统配方。此外，哈根达斯曾将品脱装净含量从16盎司缩减至14盎司，被本杰瑞抓住了把柄，发起了一品脱就是一品脱的广告攻势，哈根达斯品牌形象遭受重创。第三，哈根达斯品控疏忽，食品安全问题为这个品牌带来了难以愈合的负效应。2021年，哈根达斯在中国被爆出其宣传为100%巧克力外皮的冰淇淋月饼，实际使用的是其成本仅为可可脂1/6的代可可脂。2022年，其法国工厂出口的产品被检测出1类致癌物环氧乙烷，遭到了新加坡、爱尔兰等多国的紧急召回。尽管品牌方声明中国产品并未受到影响，但高价等于高品质这一支撑其商业模式的等式已被根本性动摇。最后，要不要固守超高端的定位？这里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联合利华通过和和路雪、本杰瑞、梦龙等品牌矩阵，覆盖从平价到高端的全价格带。雀巢也是通过多品牌实现多层次布局，而哈根达斯以单一品牌、单一高端的定位，在全球冰淇淋大盘中的份额仅为约 2%。超高端意味着高利润率，但也意味着天然狭小的规模空间。这一点从它的财务数据上就可以看出端倪。通用磨坊国际部门的营业利润在最近一个财年同比下降了 23%， 雀巢端相关业务销售额在过去3年下降近10亿瑞士法郎。哈根达斯的成与败为很多企业提供了经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分享下我对一家几乎是照抄哈根达斯发展模板的一家企业的一些看法。这家企业就是拥有雪糕刺客之称的钟薛高。钟薛高系统性学习了哈根达斯的哪些策略？第一，打造品牌高端化。钟薛高编织了一个国货高端雪糕的叙事，强调厄瓜多尔粉钻、日本柚子等全球珍稀原料，两者都试图通过原料地理学的加持，在消费者心智中创造出一个高价值原产地的错觉。第二，极高的定价。哈根达斯在1960年代将产品定价为市场均价的3倍，钟薛高则于2018年推出定价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糕，一举将中式雪糕的天花板拉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社交货币的场景营造。哈根达斯靠专卖店的灯光与沙发构建仪式感，钟薛高则倚重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的 KOL 种草，将一只雪糕塑造成必须打卡的社交符号，两者的本质相同，让产品超越物理属性，成为可供炫耀的身份标签。抄作业给钟薛高带来了好处，在估值层面，钟薛高于2021年完成 A 轮融资后，估值一度达到了10亿元人民币。在营收层面，其2021年双11期间登顶天猫冰淇淋类目的销售冠军，全年营收被广泛报道突破1亿元规模。由此可见，哈根达斯做对的地方到现在看来依然是对的，而同样的，他做错的地方也会让钟薛高走进一条死胡同。第一，价值感断裂。2022年夏季，雪糕刺客一词席卷中国社交媒体，钟薛高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消费者发现其一支售价18到66元的雪糕，在原料、工艺上与售价几元的产品并无本质区别。哈根达斯的原产地谎言被互联网揭穿用了数十年，而钟薛高的高端滤镜在短视频时代被瞬间击碎。第二，品牌信任崩塌。哈根达斯遭遇了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的信任危机，钟薛高则被爆出不加一滴水等宣传与实际成分不符的虚假营销。当高价等于高品质的等式被推翻，品牌便失去了向消费者索取溢价的全部合法性。第三，众模式困境与财务崩盘。哈根达斯被直营店的高固定成本拖累，钟薛高虽无门店之累，却陷入了互联网流量依赖的陷阱，其销量高度依赖于持续的线上营销投入，一旦融资现金流断裂，增长引擎随即熄火。2023年至2024年间，钟薛高相继陷入欠薪、限高、股权冻结、办公楼退租的连环危机，从一个现象级的新消费品牌走向事实性的商业失败。纵观哈根达斯和钟薛高两家企业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功之处在于价值创新与品牌认知的成功，其失败之处大体是由于用户维度的感知价值崩塌、产品维度的创新停滞以及结构维度的品牌权分裂。对于这家企业的成败，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